3年了，我終於等到今天了，我就感謝自己沒有放棄。狼隊奪冠後，子煥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實力。這個被很多人稱為 KDA 中的選手，其實比多數人想象中要更強。子煥第一次登上 KPL 賽場是在2022年的春季賽，黑肉酒境對陣 EDGM， 当時他的前任是九成和青蓉，全是法王。子煥的登场也是備受矚目，大家都期待子煥能繼承前輩們的衣缽。當時子煥已經展現出自己的保命能力 ，KDA 排在全聯盟第2，僅次於一曲。不過隊伍的成績很一般，也沒能進入季後賽。到了夏季賽9折回歸，子煥也有了折系中单的名頭。他的輸出能力依舊很強，分均傷害經常排在第1，而這個賽季的 KDA 也變成了聯盟第1。但可惜季後賽被 AG 4比0橫掃，一輪遊了。子煥和一生的中服組合現在看起來很豪華，但當年並沒有打出名堂。22年世冠前夕，子煥因為違反隊內規定，還遭到了重罰，無緣大名單。23年春季賽也沒打，當時很多人都以為子煥的職業生涯可能要結束了。但23年夏季賽，子煥者會加盟了 TTG， 也遇到了他的恩師 Love CD。彼時子煥身上面臨的爭議更大，因為當時是和九尾競爭首發，並且 Love CD 最後的選擇就是子煥，肯定是拍下帆帆跟子煥包進決賽啊，最少不進到我肯定是自己主动離職。那個賽季的 TTG 一鳴驚人，子煥也拿到了職業生涯的第1個總冠軍。那個時候的對抗路正是青青。本以為那次奪冠是 TTG 的開始，但沒想到是結束。在同年挑杯，他們淘汰賽的抽籤抽到了老對手狼隊，打到巔峰對決之後輸掉比賽。而整個2024年，子煥和 TTG 的成績也都很一般，在聯盟當中的存在感是逐漸降低了。那個時候的狼隊連續輸給 AG， 作為主教練的 Lao CD 覺得必須要換人，要不然就打不過。於是他做了一個大多數人不理解的操作，引進子煥頂替項羽。當時子煥的價格很高，狼隊甚至還搭了個蘿蔔，粉絲們更是一片的不滿意。子煥再一次和老隊友一生同隊，春季賽子煥的首秀對陣的就是 TTG， 和項羽直接對位。他的女媧關鍵團戰大招1傳2，在傳送落地拿下3殺，打出了7-0-8的首秀豪華戰績，打響了開門紅，向子煥低頭啊！但子煥和小胖的打法適配度始終不太夠，他不是項羽那種讓經濟的打法。小胖也就沒有以前打得那麼舒服。狼隊的粉絲們對於子煥的質疑聲從未停過。狼隊素來有1年至少1冠的 KPI， 但是在子煥到來的2025年並沒有實現，他也背負了很大的壓力。今年春季賽的紀錄片當中，子煥說自己已經想過要放棄了。今年如果還是拿不到冠軍的話，說實話就沒啥心氣了，打完準備回家吧。春季賽狼队換下小胖用婉婉首發，反而是解放了子煥。整個春季賽已經展現出了大魔王的姿態。不過春決的表現不佳，被 KSG 零封。子煥和隊友們在挑杯捲土重來，挑杯他依然是 KDA 之王。在總決賽中，第3局子煥的小喬很多波吹風都很關鍵，尤其是紅區這一波2技能直接預判了長生的一閃，幫助隊伍打出一波0換3。第5局最關鍵的高地團，子煥又一次展現了自己的保命能力，被太乙閃現舔炸之後，極限點出了輝月，再閃現拉開距離，1-2技能和墨子接 combo， 最後再一個大招打傷害。最後一局的西施，子煥就是無可爭議的 MVP 級別的發揮。他和隊友們一起捧起虎神杯，這也是子煥職業生涯的第2個冠軍。可以說，子煥是一個打法比較有爭議的中單，但保命能力強又有什麼錯呢？